求求各位姐爷，别动！饶了我吧！再动，老子砍了你！你把他给我带回去，让兄弟们给爽一爽！住手！Yes. 别怕，别过来！我是飞鸿将军。你们男人都一样，都是只会欺负女人的畜生！大清朝不是严禁女子入朝，飞鸿将军竟然是女子之身！多谢飞鸿将军救命之恩！将军救命之恩！你们是大晋国的人，怎会在此？崔丞相他拿我们换取情报，是为贪慕军粮。3年前，镇北王府出征楚国，因崔相导致全部主帅副将战死沙场。奴婢的夫君也在这场战争中命丧黄泉，连尸首都没见着。父亲、兄长，你们保家卫国一生，却是被崔相为首的世家害死。我会替你们报仇，你们要好好活着，才能亲眼见其伏诛。多谢飞鸿将军。金枝郡主回来了，大魔王回来了，我们快跑啊！我金枝回来了。我秦金枝回来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金枝郡主回来了。金枝回来了，我的乖孙女回来了。陛下，金枝郡主从小到大纨绔不堪，恶贯满盈，不修女德呀！只关白雀寺3年，定不足以令其反思，必须严惩不贷呀！陛下，微臣这条腿变成这样，全是金枝郡主所赐。陛下，这秦金枝她纵火焚林，臣冒死救临，烧成了一个秃驴。陛下，小女之前与裴家有婚约，郡主妒忌，把小女扔进荷花池，险些香消玉殒，短短3年便回来，不严惩难以服众啊！请陛下严惩郡主，永进白雀寺。你们这群老匹夫，才胆敢多说1个字试试看啊！荣爱卿不必惊慌，如今的金枝已是温婉贤良，再也不会。我乖孙女回来了。金枝拜见皇祖父。陛下，金枝郡主身为女子，破坏祖宗礼法，冲撞金銮殿，冲撞天威，理应降罪。请陛下降罪金枝郡主。这3年不见，诸位嘴皮松垮，脸皮更厚了。你辱骂大臣，罪加一等。陛下，他应该打入慎刑司。臣附议，金枝郡主就应当入慎刑司。你怎么踢我这条好腿？你想在皇上面前，在大殿面前废了我们？你调戏民女，按律当受鞭刑，我断你一条腿是网开一面。你私吞赈灾款，是灾民流离，本郡主没烧死你是大恩大德。你们2人应当对本郡主磕头谢过。你女子无德，怎能妄论朝纲呢？皇上，女子为何不能上金銮殿？是皇祖父不让，
还是你崔相不让？金之郡主，莫要强词夺理。古训有云：女子为阴，金銮殿为阳，是阴岂可犯至阳？此乃礼法纲常，岂容你以邪亲正，以下犯上？崔相是说本郡主乃是阴邪之物？皇祖父，他骂我殿前骂人不尊君上，以下犯上罪加一等，还请皇祖父降罪。皇上，老臣绝无此意。陛下，金之郡主颠倒黑白，构陷忠良啊！陛下，崔相为官30余年，一向兢兢业业，怎能让一女子污蔑？还请陛下为崔相讨回公道啊！崔相，朝堂已承你一言堂，好一手根深蒂固，这盘棋我倒要看看你如何继承。尔等身为朝廷命官，不思报国，不恤民生，整日居于女子之名，是靠这张嘴治国安邦，还是靠搜刮民脂、攀附权贵换来的官位？一派胡言，压剑罪立！皇祖父早就有令，我可随意出入皇宫，无需通报。诸位是年纪大了、糊涂了，还是想抗旨不遵？陛下，还是崔相觉得您的规矩大过圣旨？还是崔相觉得您的规矩大过圣旨？臣对皇上忠心耿耿，郡主此言乃是构陷，臣冤枉。臣只是想到小女差点被郡主淹死，郡主到现在不思悔改，臣难以接受。锦之，如今你可知错？今之知错，那还差不多。既知错，此事便抵消吧。锦之，回去备份厚礼，好好向崔小姐认错。是皇祖父，今之定会登门赔罪。崔相，臣遵旨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不就解了吗？都散了吧。金之郡主留下。臣告退。秦金之，这一招我记下了。皇祖父，今之不辱使命，楚军退兵千里，得胜还朝。大郡有你，何愁不行？好孩子，起来吧。这是沈家滥杀难民、买官卖官的铁证，沈贵妃亦为其内应。如今后宫也有沈家的人，金枝，你找个机会，将他们一并肃清。另外，这些事，朕不想让你皇祖母知情。他重病未愈，怕他思虑过重。好。最后一事，此为崔相3年前贪墨军饷、陷害忠良之政，我父兄皆死于其手。如今崔裴两家联姻在即，满朝文武皆以崔相马首是瞻，皇权岌岌可危。仅凭此证，难动其根本。皇祖父放心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单凭这一个罪证就可以将世家连根拔起，但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，以告慰父兄和万千战死将士的英灵。你想怎么做？裴公子，准备好聘礼了吗？古人云：“唯小人与女子难养矣。”白雀寺修行3年，没想到金枝郡主还是这般纨绔，恃强凌弱。裴公子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一叶障目，偏听偏信，这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告辞。哎，裴公子，我这次回京就是抢你回来做相公的。崔沈两家交好，裴家乃天下寒门待遇。裴景年，你是我打倒世家最好的妻子。金枝郡主，请自重。3年前，你为了不让我和崔小姐完婚，竟将她推入湖中，害她一病不起。一个蛇蝎般的女子，我必不会娶你。金枝郡主，放开我！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礼义廉耻？不如我们打个赌，不出10日，你就会跪着求我嫁给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难道想通过毁掉裴家来逼我就范吗？裴景年，你还真是一个活在象牙塔里的蠢货。
千金枝，别说10日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娶你。金枝想求一道旨意，赐婚金枝和裴家嫡子裴景年，破翠裴联姻之局，夺寒门之心。这毕竟是你的终身大事，此事容后再议吧。我的宝贝金枝勇敢追爱，你为什么不赐婚呢？金枝啊，你不用理他，接着吃啊，赶紧再上点菜。站好了，你现在就下旨给金枝和那裴家小的赐婚。我的好夫人呐，这裴景年与崔莹已然订婚，朕也不能强人所难啊。你是个皇上，你怕什么强人所难啊？金枝啊，皇祖母问你啊，你是真的想嫁给裴家那小子？好看的脸，金枝喜欢。好看有什么用啊？金枝的愿望那必须得满足，现在赶紧下旨赐婚。也罢也罢，那金枝要是喜欢那小子，朕赐婚便是。不行，我得去告诉裴哥哥，千金枝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。好久没吃夫人做的饭了，金枝啊，你要在宫里多待待啊，朕可是托你的福啊。哎呀，娘娘，皇上还未尽爽，不可用餐。朕饿了，不拘小节。皇上，您日理万机，龙体最为重要。娘娘您作为后宫之主，怎可忘记呢？是本宫疏忽了。皇上平时批阅奏折，手肯定累了。刘盈在江南时学过按摩，刘盈给您揉揉。娘娘，你也学着点儿，好伺候皇上。这按摩呀，我比你专业。这位姐姐之前没见过，坤lei什么时候添新人了？别胡言乱语。金枝啊，这个是刘盈，跟在我身边2年了，你呀就别打趣他。刘盈见过金枝郡主。哟，这刘盈姐姐身上好香啊！这香气啊，确实宜人。回陛下，奴婢自幼身带体香，家中亲人也时常说奴婢这身上香气好闻呢。确实比皇祖母殿中的味道都好闻呢。这菜不错，吃饭吧。飞燕，刘盈为何能在皇后娘娘身边侍奉？是因为郡主您呀？因为我。江南闹了水灾，刘盈姐姐卖身进了皇宫。您离京之后，皇后娘娘不小心弄丢了您的发簪，是刘盈姐姐在娘娘小花园的池塘里找到的，脸都冻紫了。娘娘见她忠心为主，举止得体，便让她留在身边伺候。小池塘里全是波斯国王进贡的鹤羽，她下去怎么没事？刘盈见过郡主。刘盈姐姐肤若凝脂，我见犹怜啊。李嬷嬷、赵嬷嬷，这刘盈姐姐看起来中暑了，快扶住她。是。郡主这是何意？当然是去去你身上的骚味儿呀。刘盈不知哪里得罪了郡主，让郡主这般对待刘盈。瞧瞧这张小脸，真是我见犹怜呀。也想爬龙床？刘盈不懂郡主是何意。听说你在这小花园的池塘里找到了我送给皇祖母的步摇，因此还大病一场。这都是应该做的。
这外邦进贡的鳄鱼是我从小养到大，生性凶猛，只食生肉。你是怎么做到毫发无伤的呢？我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瞒娘娘！你到底是何居心？我可是皇后身边的一等宫女，若敢动我，便是在后宫行凶。沈小姐，你觉得你背后的靠山能够让你躲过一死？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传闻沈家江南有一分支，善养奇花依兰。若女子以奇花入浴，年久，女子身上便会生出体香，便是你身上的依兰香。此花还有催情一妙用，我说的可对？既然郡主知晓我是沈家人，杀了我，你也难逃其咎。难道郡主还想再被赶出京城吗？我不杀你。吃下去，这是鳄鱼肉，这池子里多的是。鳄鱼吃掉人只需半个时辰，先前爬龙床的，就是被鳄鱼吃掉。郡主，你我同为女人，你又何苦这般为难于我？谁让你妄想爬龙床？皇祖母待你不薄，你却踩着她的恩情当垫脚石，踩着良心往上爬。女人这一生，就是为这个男人争来争去，手段干净还是龌龊，又有什么分别？这就是命。命？谁给你的命贴上剑字了？女人不是谁的附庸，不是后宫的棋子，更不是靠男人施舍活着的影子。那郡主呢？郡主的命可曾掌握在自己手中？虽贵为郡主，不也是落得个和亲的下场？你和我又有什么分别？我和你的区别就在于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我站着用手段改这的规矩，而你却喜欢跪着求恩宠。你的命是被你自己走死的。可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我若成为弃子，娘亲和弟弟就再也没有活路了。你还有条路可选。郡主，郡主，刘颖愿弃暗投明，求郡主给刘颖一个机会，求郡主饶命啊！郡主饶命啊！住手！又见面啦，裴几年。林嬷嬷，把刘云带下去，好生照顾。是。这婢女究竟犯了何事？你要如此对待？裴几年，我倒是不知你原来这么蠢，竟主动送上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皇后宫中一直有禁军巡视，怎会无一人拦你？裴某来时并未看到禁军。很简单，禁军被人引走。裴哥哥，快跟我走，不然晚了的话，秦金枝就要向父皇求旨，为你们赐婚了。御花园有禁军巡逻，没有皇后的旨意，私闯后宫，怕有不妥。裴哥哥，有我在呢，谁敢欺负你啊？走。舅舅，九公主，走。禁军玩忽职守，放歹人进入。赵嬷嬷通知禁军统领，杀。是。您在这宫中横行霸道，草菅人命，3年白雀寺休息，我看还是轻了。飞燕，不敬郡主有何责罚？杖30。那万难无照擅闯皇后寝宫又有何责罚？杖80。你竟敢恶私刑，对皇家不敬也是重罪。秦金枝她不是一个好逸恶劳的纨绔吗？为何如此精通律理？速速拿下这贼子！裴公子，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？你对我动手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为了让我娶你，滥用皇权，我劝你别太顽劣过头，回头是岸。你不会以为我看上你了，就会容忍你在我面前肆无忌惮了吧？你想做什么？你说，一会儿你变得血肉模糊，把你引来的蠢货会不会过来救你？原来他是故意刁难我，想要逼出九公主。她怎么和传闻中的草包泼妇并不相同，就像我从未认识过她一样。裴公子才貌双全，只是不长脑子。不过，你的脸很让我喜欢。说是你向皇上求一道赐婚圣旨，我可以饶你。你休想戏耍我，我是不会娶你的。答。秦金枝，怎么
没想到我会对你动手。秦金枝，你这个恶魔，就算你把我打死，我也不会娶你的。从前我以为秦金枝是仗着帝后成药才有跋扈的资本，如今或许他的本性就是如此飞扬跋扈。这样的秦金枝太危险了。住手！秦金枝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对裴哥哥动手！裴哥哥，今天有我在，没人能动你一根毫毛。萧元一，这许久不见，胆子倒是肥了。这引走禁军私放外男进后宫，你母妃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你胡说！接着打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听。不许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秦金枝，这里是皇宫，是本公主的家，你说的话不算数。停却！凤佩在此，见佩如见皇后亲礼，九公主还不行礼？皇后娘娘统管后宫的信物，怎么在你这儿？你跪还是不跪？哼，我凭什么要给那个老女人下跪？我母妃才是这宫里最尊贵的女人。九公主不敬皇后，该打。秦金枝，你敢打我？你不过是父皇收养的一条狗，真把自己当成皇家人了？你爹娘都被你克死了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接着打！我看谁敢！不许动！我已经差人去请父皇了，待父皇和母妃过来，我定让他们治你的罪，将你打入掖庭，赏赐给老太监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九公主的舌头是不是不想要？我不介意替你拔了。九公主的舌头是不是不想要？我不介意替你拔了。裴几年，我和你的赌约依旧算数。你现在求我，让我嫁给你，或许你可以少挨几下。秦金枝，你这个贱人，竟敢用私刑逼裴哥哥娶你！你这么生气，莫非你喜欢他？可你跟崔莹是手帕交，你喜欢崔莹的男人啊？你胡说！你要是再敢胡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松开！秦金枝，陛下，陛下，忙什么？不好了，这只郡主跟九公打起来了。什么？秦金枝，我要杀了你！皇上驾到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这陛下怎么来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。父皇，秦金枝这个贱人，她要杀我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秦金枝，她说裴哥哥触犯宫规，对裴哥哥用刑呢。敢问郡主，我儿究竟何处惹恼了你？你竟然对他下如此的重手？当然是因为他不肯娶我了。当然是因为他不肯娶我了。这都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如裴侍郎取消崔家婚约，让裴锦莲娶我吧。陛下，今之郡主的心思竟如此歹毒，请陛下为我做主。金枝，不许胡闹！父皇，秦金枝对裴哥哥下毒手，我赶来制止，他竟将女儿打成这样。父皇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金枝，看来是真的把你惯坏了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来人，把他押回皇后宫中。是。父皇，在这宫里，谁不知道皇后娘娘把秦金枝当成眼珠子一样？要是把她押回皇后宫中，还罚什么罚？你个混账！朕去祠堂罚跪3日，好好反省。父皇，你怎么这么偏袒这个贱人？陛下，今之郡主不思悔改，请陛下先消去她郡主的身份，打入天牢，以示惩戒。臣妾附议。本宫看谁敢！
谁敢动本宫的乖孙女？陛下，请金枝回京，殴打皇子公主，藐视天威，请陛下为臣妾做主啊！父皇，秦金枝打掉了儿臣的门牙，请父皇为儿臣做主啊！再就站在皇子面前，给你们全赏！干什么呢？不让眼是吧？找死啊！哎，你滚下来！皇子踩着活人作威作福，鱼肉百姓，就不怕寒了天下人的心？秦金枝，你在白雀寺观赏了是吧？我是皇子，整个京城都是我的，全天下的人都要拜我。这几个难民闯到我家里了，打死又怎么？秦金枝，你敢打我！难民进城是皇祖父的旨意，你这是在抗旨，我杀你都不为过。你少拿父皇压我！你作威作福，鱼肉百姓，今日之事，我管定了。当官不为民，尸位素餐。你以为舔着崔相就能护住你们这群恶贯满盈、祸国殃民的世家蛀虫？你们都死了吗？打他呀！秦金枝，等那个老匹夫死了，我看你还能嚣张跋扈到几时？唉，人和狗有时候没区别，都记吃不记打。我的母亲是沈贵妃，你打了我，就是跟整个沈家为敌。这次是你家的那个老匹夫来求情，也没用。蠢货！秦金枝，你等着，这件事情没完！京中想让我死的人很多，但你不够格，带着沈贵妃和崔相来找我，不然我瞧不起。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本郡主会一个一个登门算账。一群怂货！多谢金枝郡主救命之恩，谢谢女菩萨。你们去镇北王府报我名号，自会有人安置你们。谢谢女菩萨，谢谢。我家的金枝那从来都不会乱打人，若不是你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，他会打你。怪不得这个秦金枝能为所欲为，原来是皇后娘娘授意了，这是对我母妃受宠不满，要害死我们一家呀！父皇，臣妾对您从无二心，也从未做过对不起姐姐的事情，你们为何要这般欺负臣妾的儿女？陛下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秦金枝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回皇祖父，是真的。反了！你干嘛像审犯人一样对待我家金枝？难道是谁的嗓门大，谁就有道理？还在维护他，慈母多败儿，都是让你惯的。那你也有份儿。哎，皇祖父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陛下，金枝郡主都已亲口承认殴打川儿，川儿可是您的亲子，流着您的血，难道您要为一个外人放任川儿受辱吗？父皇，求您为儿臣做主啊！那你怎么不跟皇祖父说，我是因为什么打你？金枝郡主，您要是真为皇后娘娘鸣不平，那就让我这个母亲替儿受罪，不要动我的川儿。违抗圣旨的大罪，沈贵妃也要代他受过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皇祖父，17皇子当众殴打难民，还将他们强行驱逐出城，公然违抗圣旨。金枝为了救下这些难民，才不得已与他起了冲突。老17，可有此事？父皇，是那些难民冲撞了儿臣，儿臣一时气急，才动的手。哼，荒唐！朕亲口下令引难民入城，你身为皇子，
不仅不救济难民，为群臣做表率，还公然殴打百姓。你当朕的圣旨是耳旁风吗？父皇，陛下，川儿固然冲动，可他毕竟是皇子，金枝郡主就这一点小错，就当众把他打成这样，这不是把皇家的脸面扔在地上踩吗？他今日做出这等丑事，还有脸说什么皇室体面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幸亏有金枝出手救下难民，挽回了皇室尊严，否则百姓知道皇室子弟如此不堪，这才是真正打朕的脸。父皇，儿臣不服，你分明就是偏袒秦金枝。住口！不许对你父皇无礼。陛下，川儿受点委屈不算什么，可裴公子是裴侍郎的独子，向来端方有度，金枝郡主竟因为一点小事把他打成这样，着实可怜。陛下，金枝郡主胆敢如此忤逆，一是皇后娘娘过分宠爱之故，二背后有镇北王暗中指使，事关重大，请陛下严查镇北王府。够了！你们一个一个的都不分青红皂白的给金枝扣帽子，真当我是死了吗？此事皆因你裴侍郎的好儿子裴景年擅闯后宫所致，才让金枝下令责罚。我儿常读圣贤之书，礼数周到，绝不可能擅闯后宫，竟是被这金枝郡主所陷害。爹，金枝郡主未曾构陷我，是我自己误闯后宫。什么？娘儿，你不要怕，爹在此，实话实说，是不是那金枝郡主胁迫你这么说的？爹，没有人胁迫我。想不到裴公子竟然也会帮着我说话。景年虽不喜欢郡主，但也知道就事论事的道理。是景年自己初来乍到，误闯后宫，对地形不熟，景年甘受一切刑罚。父皇，这件事跟裴大人也没有关系，明明就是秦金枝她欺辱宫女，我亲眼所见，裴哥哥没有擅闯后宫，不要罚他。亲眼所见？对。住口！我怎么生出这么个蠢货？你亲眼所见裴景年进后园，也就是说你当时也在，但禁军是被你吃走的？我没有。没有你怎么见的裴景年？你放裴景年进后宫，不会是想私会外男吧？我没有。父皇，我有人证，秦金枝欺辱的是皇后宫中的刘盈，把她叫来一问便知。传。刘盈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。刘盈，当时在后宫，秦金枝是怎么对你的？还想把你淹死？你快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父皇。大胆说，你只需要将金枝郡主对你做的事大胆说出来，本宫自会为你做主。陛下，陛下，刚刚奴婢在花园里中了暑，郡主见状，便让两位嬷嬷为我在脸上洒了些水降温。不知九公主说的折辱究竟是何意？你撒谎！你这个贱人！本公主拔了你的舌！够了！陛下，我的金枝被人如此编排，你可得还个公平才是。贵妃，你养的好女儿。陛下恕罪，原意生性厚儿，没想到误会了金枝郡主，都是臣妾教导无方，还不快跟金枝郡主道歉！我凭什么要跟这个贱人道歉啊？你误会了金枝郡主，速速道歉！我绝不道歉！沈贵妃教女无方，禁足3月，罚俸半年。审查何在？陛下息怒，今日皇后娘娘寝宫，当值的禁军失职，臣已重罚他们。皇祖父圣明，还请还金枝清白。当值禁军每人各领100军棍，逐出宫去。审查，你去领80军棍，停止查看。下次提头来见。臣领旨谢罪。陛下，这样责罚对沈统领是不是太重了？沈贵妃是觉得禁军失察是小事，国母安危是小事，那朕的安危是不是也是小事啊？陛下息怒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。若不是看在他是你弟弟的面子上，朕早就将他革职查办，好好反省去吧。是。裴侍郎，
你现在还要把我送到白雀寺吗？裴侍郎，有何话要说？陛下，这是误会。小儿初次入宫，绝无冒犯后宫之意。受辱的是金枝，这个事怎么处理？要问问金枝的意思。郡主，请你原谅锦年。可以，但你是不是得补偿本郡主？郡主，锦年与丞相的千金早有婚约，不可为您的爱好而作废。裴侍郎，你不会以为本郡主是让你把裴几年赔给我吧？臣僭越了，不知公主想要何补偿啊？我听说裴家有一株百年火灵芝，我想尝尝味道。什么？裴侍郎，火灵芝在送来之前，裴几年就留在宫中吧。这……给我打！娘娘，我错了！娘娘饶命！饶命！你是沈家人，背叛沈家，叫本宫如何饶你？娘娘，不是的，今日那番情况，皇上对沈家已有不满，说是刘英在帮沈家说话，便是给沈家招来祸端。刘英从未背叛过沈家。这刘英倒是我审时度势。千金之人，今日之仇，本宫定会还你。你记住，你若不听话，你娘和你弟弟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。刘英，谨遵贵妃娘娘教诲，还不滚！是。皇祖父，今日金枝这招隔山打牛，借力打力用的好不好？颇有你皇祖父年轻时的风范。不过朕与你一同演戏。对付世家这事儿啊，断不可让你皇祖母知晓，否则他会打死我的。心知明白。这裴几年被我压在宫中，裴侍郎定会与崔相联系，只要行动，便会露出马脚。皇后娘娘，您来了。跪下。金枝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干什么让我乖孙女跪下？想耍威风，去找那个狐狸精耍去！朕今日着实生气。你的宝贝今天演这一出，居然是为了区区一颗火灵芝。皇祖父果然聪明，这火灵芝整个大晋只有裴家有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大费周折了。那你也不能把裴家小子打个半死吧？那谁让你的国库没有啊？锦芝啊，你要那火灵芝，可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我是给皇祖母要的。我之前遇到一名神医。他说百年火灵芝能够治好皇祖母的旧疾。你这个孩子，皇祖母都这把老骨头了，何必为了皇祖母得罪那么多人？算你有良心，大可直说，何必出此下策？直接要裴侍郎是不会给的。说皇祖父下令，那岂不是背上了欺压臣子的骂名？金枝啊，为难你了。皇祖母，金枝不觉得为难。那孙儿还有事，就先退下了。看来你没白疼他。郡主，刘盈想要单独见你。走吧。是。刘盈见过金枝郡主。不疼。疼。但刘盈想为郡主效命。效命？本郡主不过是一个纨绔混账，你能为我效什么命？奴婢愿意做郡主铲除沈贵妃的刀，就像今日那般助郡主一臂之力。郡主，今日当值的禁军都重伤不治，尸体已经全部送回家中。这是今日沈贵妃给奴婢的，让奴婢下在您和皇后娘娘的饭菜里，奴婢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鹤顶红，我这个人呢，总是有很多慈悲心，会救流浪狗，但我不喜欢没胆量的狗。奴婢有胆量，奴婢会做好郡主的狗。让我看看你的决心。
奴婢就算是当狗，也要当有主人的狗。真是条好狗。多谢主子。陪几年？千金枝，你还想对我做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你莫要胡来！可我说偏要胡来呢？哎呦！哎，爷爷，我是按你说的扎的呀，可他怎么好像更疼了？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可别乱扎。看来我还是成不了神医。还是你来吧。千金枝到底还要对我做什么？不做什么呀，等着你爹来数你，顺便让神医给你瞧瞧病。打成这样，我心疼。你个疯女人！你还是这么阴损。哼，这男子的皮外伤皮开肉绽，可内里却一点伤都没有。他死不了，养段时间就行了。不过，你真的搞到100年的火灵芝了？爷爷，我用火灵芝让你进太医院做女医，实现你的梦想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太好了，郡主，有了火灵芝，我绝对能治好皇后的病。到时候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这天下第一的神医是一位女子。你快让我瞧瞧，没想到我真能见到这种奇药。没在我这儿，你耍我！金枝郡主下官求见。送火灵芝的人来了。郡主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带来了，请放小孩回家吧。火灵芝，陪家至宝，父亲不可。郡主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你要的火灵芝，真的是300年的极品火灵芝。既然裴侍郎把东西送来了，就带着他回去吧。多谢郡主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他打了我一顿，只为了要裴家的火灵芝。他不应该是因爱生恨吗？千金枝，你真让人琢磨不透。郡主，郡主，不好，盒子上有毒。还愣着做什么呀？快想办法呀！皇后娘娘，郡主身中奇毒，微臣闻所未闻，还请皇后娘娘再给我们点时间。本宫给你时间，谁给本宫的金枝时间？吃不好金枝，我让你们太医院的人全部陪葬。皇后娘娘饶命啊！皇后娘娘，民女能救郡主。你能救金枝？娘娘，民女柳依依先前和郡主一起中了毒，民女能自救，一定能救郡主。对，你能自救，也一定能救郡主。你要是能救好金枝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娘娘，你让太医大人们先出去吧，民女要施针。好，你们这些庸医还不快下去！是。娘娘，你也去休息吧，施针凶险，民女怕分心。好，那你一定要救回我的金枝。娘娘放心。你可算醒了，我都快被你吓死了。又不是第一次干，怕什么？这可是污蔑朝廷命官，被发现可是要杀头的。有我给你顶着，怕什么吗？用我中毒换你进太医院的机会，划算。可太冒险了，你的寒毒已经进入了心脉，如今再中毒，我给你的药恐怕压制不住了。这寒毒还能压制多久？
你从小寒毒入体，又行军打仗，白雀寺那群人又对你施以酷刑，身体早就被摧枯了。若再找不到解药，怕撑不过1年。1年，看来我的行动还需要更快。我相信有你在，我死不了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名满天下的名医，你死了岂不是砸我的招牌？不过一个陪侍郎而已，犯得着你冒着危险以身入局吗？不以身入局，如何能将整个大晋王朝搅个天翻地覆？莫急莫急。怎么样了？皇上，皇后娘娘，郡主已暂时脱离危险，但解毒还需要些时日。亲之中了什么毒？回娘娘，是幽冥花。幽冥花？幽冥花，又称死亡之花，生存环境极其刁钻。据说京城的闺秀中只有崔氏、崔莹培育出来了，难道是？好一个崔裴联姻！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将裴侍郎和崔丞相收押大理寺彻查。公子何要？小的通过很多关系打听到，老爷和崔丞相被转移到大理寺了。至于金枝郡主，目前还未苏醒。崔裴两家已经定亲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派人去崔家打点公众，务必搞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好，小的待会儿就派人去打听清楚。慢点，公子。公子，要，老爷一定会没事的，你也别太伤心。小的还有个好消息要说与你听呢。什么事？太傅大人说，您与崔小姐的婚约已经提上日程，只要完婚，您就可以摆脱钱金枝的魔爪了。是吗？崔小姐是京中第一贵女，容貌姣好，礼仪端庄，才华斐然，与公子郎才女貌十分般配，一定会是一位很好的少夫人的。是啊，崔小姐一言一行都是按照世家标准规矩长大，我又是按照世家子的标准培养，我们是一类人。公子，这不好吗？自然是好的，可秦金枝不是。那个女魔头把您伤成这样，简直目无王法，根本就不及崔小姐的半分温柔贤淑。公子，您不是一直都讨厌她，怎么突然又提她呢？她可以不受任何束缚，可以肆无忌惮的闯祸，也不用代表任何关系，一切都可以按照她的喜好为准。在世家中，没有人可以活成她这样，所以我讨厌她。哪怕他被赶出京城时，钱金枝的脸上都是张扬的神色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不是厌恶他，而是嫉妒他。这个女魔头明明知道您讨厌她，还一个劲儿的往您脸上凑，如此不知廉耻。要不是逼您娶她，她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那你说，她一直逼我娶她，是因为喜欢我吗？当然了，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她爱您爱得死去活来的，连脸都不要了。可是，为什么在她眼里，我感受不到半分情意呢？醒了，郡主醒了。我的好金枝，你可算醒了。皇祖母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那崔裴两家想要联合毒害你，你放心，祖母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的。放心吧，皇祖母，有柳依依在，金枝没事的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公子，神父也没有打听到宫中的任何消息。封锁的如此之严，难道秦金枝真的危在旦夕？我始终不相信，毒是我父亲所下。负责审理郡主中毒案的赵大人也推了咱们的拜帖，不肯见。区区一个大理寺少卿，竟然也敢对裴家这么无礼！他不仅
不给裴家面子，就连丞相府的人也都吃了闭门羹。看来这事很棘手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公子。什么人敢擅闯镇北王府？我家公子乃京城第一郎君，裴家嫡子裴景年。什么郎君张郎的，不认识。你最好赶紧去通知你家郡主，我家公子乃是他做梦都想嫁的人。哦，原来是那位裴公子。当然，你家郡主知道我家公子来探望他，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还不快去通传？不好意思，我家郡主不在。有劳，裴某当真有事求见，还请代为通传。原来裴公子也会主动求见我们郡主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回去吧，郡主不在府中。你这人什么态度啊你？不是你家郡主上赶着追我们家公子的时候了，装什么呢你？放肆！郡主也是你这次能议论的，再不进，打断你的腿！这位大哥，裴某当真有事求见郡主。我与郡主情非泛泛，如果郡主想见裴某的话，拿着玉佩去裴府即可。我会禀告郡主的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郡主，听说裴家公子求爱被拒，伤心过度，在大街上晕倒了。求爱？向谁求爱？当然是向我了。郡主，您这几天都没出门，怎么知道裴家公子是在咱们王府求见您被拒的？因为就是我让人把消息传开的。郡主，这裴大公子不会真的喜欢上你了吧？被拒绝之后，伤心的都晕过去了，情歌深重啊！难道以前裴公子厌恶您是装的？你们呐，以后少看那些话本子。哎，不是，你展开说说，你们俩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他见我不过是因为我中毒跟他爹有关。没劲，那他晕过去就是想救裴侍郎，结果攻心了呗。云雀，可裴景年传话，虚实天香楼见，过期不候。是。云雀姑娘，在下裴某求见金枝郡主。公子，我感觉这就是金枝郡主为了得到你而设的局啊。郡主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又是下毒又是抓他爹，是不是就为了得到他？区区一个裴景年，还不值得本郡主豁上性命。金枝郡主，在下裴某求见。云雀，带他进来。郡主说了，只许裴公子一人进去。公子，我们走吧，他们不让我陪着，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危险？没事，既然秦金枝选择在宫外见我，就不会把事情闹大，至少不会要了我的性命。怎么不做呀？是对这里不满意，还是不愿意坐在我身边，怕人诟病啊？郡主这话是何意？瞧我这记性，咱裴公子可是京城第一郎君，风光霁月着呢。快坐吧。不是要来见我吗？见我就只是为了见我喝茶？听闻郡主中毒，不知郡主现在身体如何？吐了2回血，死不了。听说郡主中毒，是我父亲用来赔罪的锦盒上有幽冥花。没错，在锦盒上涂幽冥花，你们崔裴两家是想让我死。此事定有蹊跷，还请郡主相信裴某，崔裴两家绝无害郡主之意。我相信。我还有一大段解释未说清楚，秦金枝就这样相信了？我当然相信，因为这毒就是我自己下的。郡主，这是在跟我开玩笑？你想当做开玩笑也可以啊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还能为了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你。我打赌10日之内让你主动求着娶我，可谁知道裴公子冥顽不灵，我只能用一点小手段。你看，以前对我避如蛇蝎的公子，现在不是主动约我了？所以你就故意诬陷我父亲？很有效吧？毒妇，那可是我父亲，若稍有差池，便会生命不保，就连你也有性命之忧，你怎能如此儿戏？那又如何？
他是你爹，又不是我爹，他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有，我还是更喜欢你说我心如蛇蝎。我绝对不会娶一个恶贯满盈、不知廉耻的女人。我那天跟九公主的对话，你都听到了，所以你就是故意的。若非九公主那个蠢货带你过来，我本不想搭理你，可谁知道你非要在我面前蹦跶，我不出手，都对不起我跟你打的赌了。我这样外在和内心一样恶毒的人，算不算表里如一？你有没有改变想法？想娶我？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我改还不行吗？我就喜欢你不喜欢我。秦金枝，你耍我！裴侍郎的命不想要了。皇上贤明，大理寺赵大人刚正不阿，我父亲的事，他们定会还他公道。恭候大驾。郡主，你把实话都告诉他了，你就不怕他把事情闹大？就怕他把事情闹得不够大。云雀，把人请进来。是。大理寺卿赵无极参见郡主。郡主，不是说大理寺卿赵大人不畏强权，刚正不阿，不与他人同流合污吗？这什么情况？赵大人是我请来一起诬陷裴侍郎的。什么？郡主确定赵大人没被别人夺舍了？人证已经安排妥当，就等明日面圣了。好，有了这个物证，一切就万事俱备了。这不是裴景年求见你的信物吗？怎么变成谋害你的证物了？郡主，你是不是一天不吭人就心痒痒？把这个交给裴侍郎，我相信他会认罪，跟崔丞相撇清关系。是。张爱卿，臣在。今知郡主中毒一事，可有定论？启禀皇上，臣已查明，郡主中毒一事，乃是崔裴两家合谋，现证据确凿，请皇上定夺。崔丞相，这幽冥花全京都可只有你崔家女培育成功，你作何解释？皇上，小女之前确实培育出全京都唯一一颗幽冥花，可是早已将它赠予裴家呀。你回陛下，崔家确实将此花赠予我裴家，可我裴家万万不敢毒害郡主啊！陛下，给郡主送锦盒的奴仆已经找过，此乃物证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便是裴公子日日挂在身上的那块吧？今年的玉佩，难道是今年下的毒？裴侍郎，本来朕给你裴家体面态度，让你有胆子毒害皇家郡主了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来人，将裴侍郎革职，收押大理寺。崔丞相御驾不严，停职禁足3个月，罚俸1年，带下去。是。唉，不下了，不下了！皇祖母，你耍赖！我马上就要赢了。你哪里赢了？你看，你都毁了多少步棋了！皇祖父，您评评理，皇祖母她耍赖。我才不管你们呢，2个都是臭棋篓子，都耍赖皮。皇后娘娘，柳姑娘为您针灸的时间到了，咱们准备去吧。好，你们爷俩玩吧。裴侍郎和崔相都收拾完了。那裴红见到那玉佩，果然就认罪了。那玉佩到底是何来历啊？那是裴景年的玉佩。你怎么有裴景年的玉佩？昨天裴景年想见我，去了镇北王府，留下了玉佩作为信物。我只是给他回了话，玉佩没还他。你怎么是秦业那老东西的亲孙女呢？你应该是朕的血脉才是。我要是您的血脉，您第一个杀的可就是我了。那赵无极也是你的人吧？这您不是常说京中缺把好刀，您的贴心小棉袄，这不把刀送到您面前了？朕有今之朝廷之所幸，百姓有今之天下之所幸。公子，公子，有消息了，快说，我的父亲如何了？老爷在殿上承认给郡主下毒，被收监了。我的父亲怎会如此糊涂？老爷看到赵无极拿出您的贴身玉佩，以为是您给下的毒，当堂认罪。我的玉佩明明给了，
如果郡主想见裴某的话，拿着玉佩去裴府即可。秦金枝，贱人，是不是贱人来了？好久不见了，母亲。是你？怎么还没死？你个这个畜生！你去死！你去死！我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？把人带进来。你干什么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是不是时间太久了，你都忘记自己是一个什么货色了？崔大人，你别动他！你放开他！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你对我怎么样都行，但阿英是你的母亲，你已经折磨了她10年，放了她吧。放了他，那我还怎么能让清河崔氏的二公子心甘情愿的为我做事？我愿意服下碧落之毒，听你差遣，只要你能放了阿英。不行，你不可以吃，你吃了会没命的。我当然知道会没命，我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娘亲，这是我花了30天雕的大老虎，和爹爹一样威风，以后就让它代替爹爹陪着您吧。是这大虫太吓人了，娘亲不是不喜欢。金枝饿了吧？尝尝，娘亲特地给你做的点心。娘亲，金枝的肚子好疼。金枝，别怪娘，要怪就怪你是个女儿伤，还托生到镇北王府。娘亲，救救我！死了好啊，只要你死了，秦家才会绝嗣，镇北军也会群龙无首，贱人就能掌握兵权，迎娶我入府了。早知这样，早知你是个恶鬼投胎，我一早就应该把你杀了，根本就不应该生了你。今日是他寒毒发作的日子，倘若他能在没有解药的情况下挺过去，我就给你一次服用碧落之毒的机会。不要啊！她是你母亲，你不能这样对待她。都怨我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冲我！当然是你的错。堂堂清河崔氏二公子，在镇北世子上阵杀敌的时候勾引世子夫人苟且，你就是罪恶根源。现在由我来折磨你们，这是不是上天的报应？疯子，你是个疯子！阿爷，阿爷，你看看他的样子，是不是跟我8岁的时候一模一样？之所以给你下毒，都是因为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你放了他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放心，你的小情人死不了，他只是会很痛苦而已。阿爷，你想我做什么？我要知道裴太傅的儿子裴云霄的真正死因。公子，这是金枝郡主派人传来的信。他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拿下去，烧了。公子，等等，给我。今日边关传来捷报，楚军节节败退，欲遣使和谈，镇北军功不可没。朕特设此宴，以示庆祝。恭喜陛下！恭喜镇北王！恭喜大晋！同喜同喜！哎，金枝怎么还没来？金枝郡主到，来了。侄儿拜见皇祖父、皇祖母、祖父。金枝啊，今日镇北军告捷，你这泼猴怎么还姗姗来迟啊？陛下，今日宴会，各家女眷都准备了才艺助兴，想必金枝郡主也是因为准备才艺才来迟的。
京城谁人不知，我秦金枝不学无术，沈贵妃当着这么多人面让我献艺，摆明了是想让我出丑啊！既然各位想看，那本郡主自然要拿出压箱底的才艺。哦，老秦家世代行武，忠君报国，朕倒不知道你这泼猴还能准备什么才艺。陛下呀，我这孙女啊，身无长物，胸无点墨，您就别让她在你面前献丑了。这要不然，我刚打胜仗挣的老脸都被她丢完了。镇北王，金枝郡主志在必得，有心效仿吴下阿蒙，您又何必谦虚呢？皇祖父，请给我一把剑。剑。来人，去把皇上的破军拿给郡主。是。这个秦金枝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大殿上带兵刃，他就不怕触怒龙威吗？你觉得皇上会治他的罪？放心吧，秦金枝就是个莽夫，怎么可能会是才女？咱们就等着看他出丑。这破军可是当年皇上征战天下时的佩剑，皇后娘娘居然拿出来给金枝郡主胡闹。这回知道皇上、皇后娘娘对金枝郡主有多恩宠了。凭什么？我才是父皇的亲生女儿。没想到皇后竟然把皇上悬挂在太极殿的破军拿来给秦金枝折腾，这万一有个闪失，秦金枝的恶名又要多加一条了。既然是为我大军庆贺，那我就以一段剑舞助兴，如何？好，不愧是我秦业的孙女。允了。此乃皇祖父亲自传授，诸位看好了。秦金枝这个贱人就是狡诈，父皇亲自传授，就算舞得不好，谁又敢嘲笑他？秦金枝，你干什么？烽火山边疆乱，家国危亡在西旦。跨战直长枪，不破敌口终不还。军旗猎猎印残阳，筋骨阵阵震八荒。踏敌营，斩敌将，收复山河，为家邦。他竟然舞得这么好！今之以战歌为礼，恭贺我大军大胜而归，祝皇上山河永驻，千秋万代！祝陛下皇上山河永驻，千秋万代！哈哈哈哈！好，不愧是朕教出来的金枝。金枝，入座吧。真不错呀，舞的啊！众爱卿，与朕共饮此杯，祝我大晋千秋万代！不是说秦金枝是个草包，什么都不会？本来想让他出丑，怎么又出风头？金枝啊，你这份心意，朕收下了。说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朕今日都答应你。我想好要什么了。金枝郡主啊，做梦都想嫁给裴锦年。既然皇上都开口了，他肯定是想让皇上赐婚吧？但是裴锦年刚给金枝郡主下毒，我看这事儿难了。那就给将士们多发点银子吧，大家都挺辛苦的。朕允了，所有将士在原有的赏赐上再翻一杯。哎呀，多谢陛下。哦，抱歉，沈贵妃，刚才光顾着给陛下助兴，没注意到你。秦金枝，
你装什么？你敢说你不是故意刁难母妃的？好了好了，不过一张桌子而已。德洪全，抓人搬张新桌子来。是。乖孙女儿，怎么不用我教你的剑术去对付他？刚才那叫什么玩意儿？花拳绣腿，一点威风都没有。祖父，您那都是杀敌的招式，轻则误伤己人，重则万一有人从招式中推断出我的身份，那我还怎么躲在背后看别人唱戏？那你还这么乱来？哎呀，不许说。皇上，今年也有一事相求。裴爱卿欲求何事啊？今年求娶镇北王府金枝郡主，请求皇上赐婚。裴哥哥，你疯了不成？裴锦年，朕听说你与崔相之女已有婚约，怎么还敢求娶朕的金枝啊？回禀皇上，锦年与崔家小姐已解除婚约，信物也已归还，男婚女嫁，互不相干。去崔府。裴公子，请喝茶。崔丞相什么时候能见在下？裴公子，我们家相爷知道您在为裴侍郎的事着急，可如果不是裴侍郎自己糊涂，给郡主下毒，裴家就不会遭此横祸，还连累了我崔家。相爷难道就不在乎两家交情和婚约吗？还是说，相爷得知我父亲下狱，本就有意退婚？我们相爷说了，裴侍郎的事爱莫能助。如果公子想要退婚，我们家小姐自不会阻碍公子，另攀高枝。你们崔家就如此兔死狗烹，卸磨杀驴？好，裴家与崔家婚约取消。看来秦金之信上所说，不全是虚无。草民想求娶郡主是真心的，还请皇上成全。号外号外！京城小报最新消息：麒麟才子追爱，金枝郡主被拒，相思成疾，当众晕倒。哎，来，给我来个情根深重，爱慕已久。不是那秦金枝没脸没皮缠着裴公子吗？就是熟来了。哎，这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，这不裴公子已经被金枝郡主拿下了。可是啊，这金枝郡主已经不肯吃回头草了。早知道死缠烂打有用，我也就大胆一些。就是，那裴公子现在另眼相待的就是我了，可不嘛？什么？裴锦年跟崔家退婚，竟然是为了迎娶金枝郡主？崔小姐才貌双全，哼，要不是裴锦年与她订婚，丞相的门槛早就被踏平了。裴锦年，10日之约，今天是第9日，你赌输了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会心甘情愿娶我的。那3年前郡主对你有意，你为何百般不愿？皇上，那时锦年年少，不知自己早已对郡主情根深重，如今只想追求自己的内心，望皇上成全。裴锦年竟然当众求娶秦金枝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跟崔莹退婚了，他还是看不到我？我绝不允许！朕就说，金枝不管容貌、才学、性子，都是出类拔萃的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金枝呢？金枝啊，你怎么看？回皇祖父，我坐着看。秦金枝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是一直想逼我娶她吗？朕是问你，这桩婚事你怎么看？这3位长辈不都还健在吗？还轮得着我看？哼，老夫不同意。老夫不同意。没想到镇北王竟然不同意这门婚事。陛下，你看看裴家那小子，这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的，就他这身板，这老夫一拳下去，他命都没了。
他还求我家乖孙女，做梦没门！哼，你没事打人家做什么？裴锦年是老太傅的孙子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朕看着就不错。哎，那你问我干什么？朕问的是金枝，谁问你了？反正我不同意。金枝是朕养大的，容不得你不同意。裴锦年，你与朕说的话，算是真心的？锦年句句肺腑，望皇上成全。看来你与金枝确实是两情相悦，你又字字真心。那今日朕就为你们二人赐婚。锦年领旨谢恩。裴景年这哪是想求娶我呀？他脸上写满了视死如归。世家之间的盟约也不过如此，等着瞧吧，京城很快就要热闹。草民裴景年参见郡主。裴公子，有事儿？郡主，信上的事是否属实？你商量，我告诉你啊。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今日你向皇上赐婚，不就是心中已有了答案？可以告诉我消息的来源吗？当然不能告诉你了。你反悔不跟我成亲了怎么办？我已经跟皇上请求赐婚，如若反悔，皇上也不会放过我。也是啊，那我也不告诉你。你既然不说，那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二伯的死跟崔家有关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想给你添点堵。秦金枝，耍我很好玩吗？今日是你我订婚的大喜日子，装也得装得高兴些。未婚夫，没什么事儿，就先下去吧。世人皆知秦金枝刁蛮跋扈，仗势欺人，可依我看，他就是在伪装。可是他的伪装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郡主，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，您明明不喜欢裴锦年，为何还要嫁给他？难道是为了离间崔裴二族，清剿世家？历朝数代，皇权更替，世家从来都无清除之日。但我可以为世家挑选新的领头人，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达到平衡。所以裴锦年就是你为世家选定的新头领，也是您的棋子。他现在还不够格，我手上的筹码可不止这一个。现在我们也该去见见其他人选了。谁？最近声名鹊起、劫富济贫、为民请命的那位桃花女侠。小姐，小姐，您跟我回去吧。丞相要是知道您来这种地方，肯定要打我板子的。小姐，皇儿你放心，现在京城所有人都知道我崔莹被裴景年退婚，伤心欲绝，一病不起，不会有人发现。小姐，17皇子，您喝呀。17皇子欺男霸女，强抢民女，父母求告无门，还被吊死在沈家门口。既然没有人替他们伸冤，那我就得替天行道，顺便毁了这桩婚事。莹儿，爹知道你喜欢裴锦年，爹担心你的身体啊，身体要紧啊。爹，女儿没事，您别担心。裴锦年那个小子，敢退婚约，敢打我崔家的脸，那就别怪我不给他裴家面子。你放心，爹已经帮你另觅新婿，保证比那裴锦年只好不差。爹，女儿还不想嫁人。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被那秦金枝那泼妇
害得婚约拖了3年，现在又被裴家退婚。与你年龄相仿的世家子弟都已经有了婚约，你要再不嫁的话，一辈子嫁不出去了。嫁不出去才好。女儿身若福薄，怕是姻缘惨淡，孤臣入命。你还是别为我操心了。女儿，你放心，爹跟你说实话，爹已经跟沈家谈妥，等禁足结束，就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17皇子。我听说那17皇子骄奢淫逸，无恶不作，父亲他竟然想让我嫁给这种人，还不如嫁给裴景年那个书呆子。到时候你就是皇子妃，说不定以后啊是太子妃。谢谢爹，好好休息。难道我的命运是替崔家联姻，成为一个合格的当家主母，把一生荣辱寄托在男人身上？这种欺男霸女的皇室子弟，我才看不上。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只要把他打得下不来床，再找人宣传我克夫，崔沈二家的联姻就会瓦解。桃花女侠啊！赶紧将我放开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！我与丞相府的小姐可是至交，你若伤了我，当心掉脑袋！你轻点儿，别弄疼了我的美人儿。原来无恙啊，崔小姐。秦京之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听说崔小姐因被退婚一病不起，现如今却能健步如飞，看来是遇上神医了。这与郡主无关吧？现在裴景年已经和我退婚，你也称心如意了，何苦还要寻我的不痛快？难道你想像3年前一样被赶去白雀寺？崔小姐这话好不讲道理，这称心如意的不应该是你吗？若非我把你扔到水里，这3年你如何能装病躲过这婚约？他怎么知道这3年我都在装病？你调查我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？不过我倒是好奇，这崔相如果知道他引以为傲的嫡女却是劫富济贫、行侠仗义的桃花女侠，会有何感想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没关系，看得懂就行。17皇子，崔姑娘今晚的目标就是他吧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不是我想做什么，而是你想做什么。你不是都查到了，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惩奸除恶的小癖好。这点癖好还不至于让你冒诛9族的风险，对一个皇族子弟下手。崔姑娘这么急切，是为了阻止崔沈2家联姻吧？父亲和沈家是密谈，连我都是昨晚才知道这件事。这秦京之是哪来的消息？崔姑娘既然不愿意，那我就帮你吧。一会儿把她剥光，给我吊在城门上。是。走吧，跟我去个地方。慢着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不跟你走。你若是不听话，我现在就把你扔进大堂里。你猜，明天京城茶楼说书的会怎么说？这京城第一贵女夜探青楼。不是说要去什么地方？怎么还不走？哼！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邀请你看一场好戏，准备吧。动手。郡主，属下已经让人堵住了沈府所有的出口，绝不会放走一人。沈府，这秦京之不会又要闯祸了吧？放开我，狗子！你若再一再反抗，从了老夫的话，那老夫只能先杀了你再说。放开我！哎，老爷，不好了，金枝郡主到了！你眼睛瞎？你说谁？镇北王府的金枝郡主。秦京之这个小贱人，
来我府上作何？说是有贼人盗取了他的嫁妆，追踪的途中，贼人进了沈府。什么？快带我去找他！都给我搜！郡主深夜到访，这般阵仗，所谓何事啊？捉贼？笑话！我堂堂镇国府，怎么可能会有贼人？莫不是郡主又想故技重施，陷害老夫吧？我秦金枝想动手，用得着陷害？郡主，东院找到赃物。郡主，书房找到赃物。西院找到赃物。这明摆着就是栽赃陷害嘛！我说这朱雀间门户众多，这贱人怎么就偏偏落到沈府了呢？沈国公，敢偷我秦金枝的东西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你，郡主，帘后有人。郡主，帘后有人。郡主，求你救救民女吧！我们床上真吵两句，你就使性子，快滚回去！你别衣衫不整的，污了郡主的眼。郡主，你这管天管地，怎么还管到老夫的床榻上来了？民女并非国公的人，而是被17皇子强抢进来，掳进国公府的。你这贱人，竟敢告我的黑状！当初要不是我从你爹娘手里花了100多两银子把你买回来，你现在都饿死了。郡主，民女所言句句属实。民女的爹娘曾来国公府找过我，却被他们殴打致死。求你为民女讨回公道啊！找我这个京中赫赫有名、欺男霸女的纨绔给你讨公道，你找错人了吧？我相信恶人自有恶报，可是我不来找你，我能去找谁啊？好一个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句话本郡主喜欢，带回去。是。郡主，你夜闯国公府且不说，现在又堂而皇之的想带走我的妾室，如此无法无天，横行霸道，我一定会在御前告你。告我？告我？本郡主还没参你一本，告你偷盗镇北王府财物呢。哼，我沈府好歹也是名门望族，也是当今天子的国舅。恕我说一句大话，就你拿的这些珠宝，在我沈府的仓库里边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何来偷盗一说呢？哦，这些珠宝可都是皇祖父和皇祖母亲赐，事先独一份。唉，沈府库房要多少有多少的话，沈国公还是少说为好。有亲赐啊，郡主啊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铁证如山，能有什么误会？公主此言是何意呀？沈国公盗窃财物藏于府中，按律4次鞭笞。你敢换口巧儿，竟敢在我沈府放肆！大胆，竟敢辱骂郡主！这来的匆忙，只有匕首了。沈国公，体谅一下。沈国公，体谅一下。秦金枝，我一定会尽沈家上下全家之力，将你碎尸万段。这沈国公受了刑，还如此生龙活虎，看来本郡主下手还是不够狠。那就砍掉他一只手吧。是。秦金枝，你不得好死！同为女子，竟然如此果断，说一不二。与她相比，我空有一个高谈阔论。难道这就是他今晚带我出来的原因？非礼勿视。姐姐，你都能看，我为什么不能看？我一定会杀了你的！请便，我等着。回府。郡主，多谢郡主救命之恩。
现在谢我还早了点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，郡主？本郡主从不救人，只会杀人。说你想为双亲报仇，想为自己讨回公道，那就自己亲自动手。郡主，那女子已经送到赵无极那儿了。可要是沈国公提前伪造卖身契，那女子恐怕必输无疑。郡主是否要再做点准备？不用，郡主不打算帮他。这民告官本就不易，若无您帮助，别说告倒沈家，恐怕他前脚刚迈进京兆府，后脚就因诬告当朝官员被关进大牢了呀。民告官的确不易，但还有一种办法，能让他的证词直接上达天庭。您是说告御状？不错，告御状之难，不亚于在鬼门关走一遭。你既已出手，为何不帮到底？直接带他去递交诉状。我帮得了他一次，帮不了他一世。说他连双亲被害的公道都没办法自己亲自讨回来，那还不如把他丢回沈府。所以你早知道他在沈府，你是刻意去救他的。你看来比裴景年聪明。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，倒是你，我有点看不懂。你不喜欢裴景年，为什么非要嫁给他？你说，在这京城之中，像裴景年这样的世家子弟有多少？很多啊。那这京中权贵这么多，你觉得谁家才是这京中第一权贵？那自然是崔家。我崔家可是第一氏族，我爹是丞相，我崔氏族人在朝中也占据不少的重要官职。是吗？那裴家、沈家还有其他世家，可承认你们崔家第一世家的称号？你嫁给裴景年是为了扶持裴家，也想要平衡京中各个世家的权力。你要这么说也没错。虽然各家之间也会有摩擦，但本质上还是铁板一块。崔家不与裴家联姻，也会与沈家联姻，你破坏也没用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拒绝这场联姻吗？我受家族供养，身负两族交好的使命，自然要为家族分忧。不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权势，若你手握生杀予夺之权，便不会只在晚上去玩你那所谓行侠仗义的游戏。是我所谓的身份尊贵，不过就是仰仗崔氏的头衔，我惩治不了真正的恶人，反而是秦京之这个恶女才能真正的惩治恶人。我不舒服，先走了。郡主，你为什么要跟崔小姐说这些？将来清剿世家，崔家首当其冲，你就不怕她告诉崔丞相？她不会的。这崔莹毕竟是崔家嫡女，与崔丞相血脉至亲，受崔家供养，你为何笃定她不会说？你说，在这京城之中，什么人离权势最近？奴婢不知。自然是这些世家里的女人，她们是权势的受益者，也是牺牲者。她们离权势最近，但却从来没有人告诉她们，她们能够拥有权势。说是尝过了权势的味道，谁还会去做被世道摆布的木头人？皇上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今之郡主闯进我母家，还诬陷父亲盗用财产，竟然还对他动用私刑。这谁哭得这么难听啊？告状呢？锦芝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回皇祖父，您不妨先看看这个折子。神府子弟强抢民女，还将上门寻女的双亲殴打出府，民女父母不堪受辱，吊死于神府门口。沈贵妃，说说吧。陛下，这一看就是污蔑，臣妾父亲冤枉啊！冤枉？那沈贵妃倒是说说看，哪句是污蔑，哪句是冤枉？陛下，那老夫妇就是一对泼妇，他们将女儿卖了又反悔，敲诈无果，竟然吊死，这与父亲和沈家有什么关系？这倒是跟我听说的不一样。那不妨贵妃先说说看，那是卖给哪家人家了？撬人的是川儿，这让我如何承认啊？皇上，不好了！不知道谁把17皇子吊在了城门一夜，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什么？皇上，昨夜父亲遭灾，今天川儿又出了事，
还遭人如此陷害，一定是有人要故意陷害沈家，皇上要为川儿做主啊！皇祖父语些看我，不妨去问问大理寺卿赵无极，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传赵无极上殿。传大理寺卿赵无极进殿。臣女参见陛下。赵爱卿，此为何人啊？此女是本案的重要人证。陛下，民女赵婴儿状告17皇子强抢民女，沈国公伙同犯案，动用私刑杀我双亲，罪大恶极，求陛下为民女的爹娘做主。大胆贱民，你竟敢诬告皇子命官，这一看就是有人指使，还不给他拿下，关入天牢！沈贵妃既然说是诬陷，何必如此慌张？有人诬陷父亲与儿子，我怎能服气愤？陛下，民女所言句句属实，这是民女血书的送状，求陛下为民女的爹娘做主。陛下，父亲向来廉洁，川儿虽然调皮，但也从没做过出格的事，更不可能作奸犯科。这个民女肯定是受人指使，才敢当庭作证。赵婴儿，你可知状告朝廷命官诬陷皇子是何等重罪？回陛下，民女知道，若越级状告朝廷命官，须受甲板之刑；若为诬告，罪加一等，杖100，流千里。既然知晓，还要冒死上告？是。好，那就按本朝律例上刑具。以本朝律例，你须受甲板之刑，才有资格将御状上达天庭，且须杖50。若你此时撤诉，只需杖20，羁押2年即可。一直以来，还未有人活着挨过此刑。你若现在放弃，还能留一条命。为了枉死的爹娘，民女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，也万死不辞。赵爱卿，上刑！赵婴儿，你可还能说话？陛下，民女赵婴儿状告17皇子强抢民女，沈国公伙同犯案，动用私刑杀我双亲，罪大恶极，求陛下为民女的爹娘做主。这个贱人竟然还能说话！云雀，给赵婴儿送一副柳依依调制的药剂，保他挨过明日的刑罚。郡主不是说不帮他，这是心软了？我可没有心软，这药药性凶猛，只能让他活着受刑成功，以免耽误我明天的计划。至于能不能挨过后天，就听天由命了。呈上来。是。好一个沈家！请皇上恕罪。17皇子强抢民女，罪不可恕。即日起，贬为庶民，羁押宗人府。沈国公伙同犯案，草菅人命，褫夺爵位，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是。陛下，这一定是有人指使，就是你干的，是不是？沈贵妃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可是在国公府上追查我的嫁妆，您不是刚替沈国公告状，就忘了吗？陛下，够了！你以为老17在外面干的那些事，朕一点耳闻都没有吗？川儿贵为皇子，弄1、2个贱民进府，又有何相干？倒是这个诬陷皇子的人，才真是罪该万死！沈贵妃，到如今你
还不悔过，教子无方，竟还说出如此凉薄之词，伤了天下百姓的心。看来是朕平日太过骄纵于你了。按照旨意，朕贵妃纵子作恶，贬为贵嫔，以示惩戒。是。什么？一箭三雕。金正，你怎么这么久才过来？我想你想得快疯了。将军，我们秦家军胜了。大晋国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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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人带上来。带回京城。皇甫南风，楚国败了，宋降书的使团5天后就要进京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你说，等使者来了，我向大晋皇帝求娶你如何？如果你做本皇子的皇子妃，我也是很愿意的。住口！就凭你一个阶下囚，也想迎娶我们金枝郡主？可以，这是颗毒药，你敢吃吗？只要是你喂的，我甘之如饴。你不会以为我在骗你吧？这是断肠丹，1个时辰，你就会肝胆俱裂、七窍流血而死。我死了，你就不怕两国战事再起？我还以为你真不怕死。你想要什么？真聪，把楚国的暗桩名单给我。原来你想要这个，那如果我不给呢？那你就死呗。秦金枝，你就忍心看着我这么死了吗？不过是一些暗桩名单，拿他们换你的命，多值！你不会现在才要装什么圣人吧？给我拿纸笔，这才对。解药，不过就是普通泻药丸，疼上1个时辰就没事了。钱金枝，你跟我一样就是个疯子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女人。玉香散赵长卫，说他反抗，一剑劈了他。是。钱金枝，你就忍心把我关在这儿吗？玉香散加倍。当我拿回自己的一切，秦金枝、晋国，我都要。怎么做？郡主，您之前传给景年的信是真的吗？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吧。当年您的嫡子裴云霄不足30便进了中书省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将来必定登堂入阁。可1个月后，他便醉酒落水，丢了性命。怎么看都不像是意外吧？云霄溺亡之后，整个裴氏悲痛万分，举一族之力彻查，却没有丝毫线索。秦金枝竟然可以查出凶手的家族。郡主，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？这崔家的消息自然是从崔家而来。裴大夫，恕我直言，你辞官归家，到底是因为丧子之痛，还是因为你发现是你害死了裴云霄？是你害死了裴云霄。你住口！真是太有趣了。你与其他世家同流合污，妄图让裴家凌驾于皇权之上，结果害死了自己的亲儿子。这真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了。怎么样，对自己亲手养大的世家反噬，裴大夫，感觉如何？什么凌驾皇权，什么世家反噬？祖父，秦金枝到底在说什么？景年，我有话要和金枝郡主单独说，你先出去。他已经过了及官的年纪，裴大夫要将他一直保护在空中楼阁，等你入土之后，谁来护他？我吗？我身边可不留弱者和懦夫。罢了，景年，你留下吧，你也到了该面对的时候了。唉，裴大夫，
你想要裴家恢复往日荣光，我可以帮你。可在这京中，这份荣光只有独一份，你裴家要了，其他人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郡主是想让我裴家做刀？若是裴家不答应，既然要裴家给这个纨绔做刀，这才是秦京之真正的面目吗？你必须答应，因为这是你欠裴云霄的，你要帮他完成遗旨，拯救被他父亲亲手毁了的势头。老夫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跟裴家的婚事是您的意思，还是陛下的意思？自然是我的意思。这份荣光，裴家收了，还请郡主重诺。放心吧，既然裴太傅已经做了决定，我也给你们裴家准备了礼物。沈家把控的京都府尹之位空了出来，我会让裴景年顶上，别让我失望。双倍的玉香伞、特制的铁笼和玄铁铁链都没困住他，看来他的本事的确大得很。郡主要追吗？不必，楚国的使团已经到达城外，明日就会抵达京师。想必此刻他恐怕已经和使团会合了。郡主，万一他在群臣面前说出您就是飞鸿将军，暴露您的身份，那可怎么办？说是我根本不想藏呢。郡主不打算在韬光养晦吗？我隐藏身份，并不是惧怕世家，而是在等待时机，一击毙命。陛下，楚国九皇子带使团已抵达京师，礼部已经安排在驿馆，您可要设宴招待？不急，晾他们一会儿。皇祖父啊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锦芝，今日怎么想起来看皇祖父了？我来给您送请帖了。啊，后天是爷爷的60大寿，您可一定要来啊。算你懂得礼数，还亲自来送请柬。也罢，朕就卖你这个面子。诚会10万。你怎么连皇祖父的钱都要坑啊？皇祖父，您不会这么穷吧？你说对了，常年征战，劳民伤财，现在呀，就连军饷都快掏空了。没关系，您没有钱，这帮世家兜里不是有吗？哦，你有什么鬼点子？这爷爷60大寿，那我镇北王府不得大办一场？除了我特邀的人，其他官员想来10万金一位。10万金呢，都能抵得上镇北军1年的口粮了。再说了，你们祖孙俩把整个京都都得罪一遍，现在啊，除了朕和皇祖母，哪个冤大头会给你送钱？皇祖父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您陪我演出戏，今天您给我10万，明天还你1000万。1000万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好。镇北王过寿，那秦青之竟然敢标价10万礼金一个席位，他怎么不去明抢呢？先别说谁会出这10万礼金，就那镇北王府那人缘，那放在京城也是首屈一指的烂。除了那些武将，谁还会跟他们这些粗人来往？要是这镇北王府的宴席上空无一人，那青之郡主日后怎么抬头在京城做人呢？镇北王过寿，是那个赫赫有名、刚正不阿的镇北王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郡主，倪安发的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，只是还没有人回帖。放心吧，一会儿呢，你把所有宾客的礼金用最大的声音报出来，我保证王府座无虚席。是10万礼金，这么做真的会有人来吗？哎呀，别愁眉苦脸的，一会儿有你忙的。给本郡主我找个软凳放在大门口，一会儿你就等着收礼金吧。这镇北王真是疯了，定价10万出售一个寿宴席位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来。这要是我，早就臊得关门谢客了。这孙女是疯子，爷爷也是疯子，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。对呀，帝后亲临，贤人退避。皇上怎么来了？皇祖父，在下冷文栋参见郡主，贺礼10万，请郡主查阅。
兰台大夫冷文栋为王爷贺礼，礼金10万。10万？真的有人花10万买一个席位啊？这冷大夫不辞辛苦来给我祖父贺寿，本郡主十分感动。云雀，带冷大夫坐上座。上座，那就是离主座最近的座位，陛下一定会记住我的名字的。多谢郡主。小女乃中书舍人乌文光之女乌灵，代家父贺寿，这是乌家的礼金。刚刚就想要过来的，在陛下皇子面前露脸的机会，竟然被人捷足先登了。乌氏千金为王爷贺寿，礼金10万。带乌千金说上座。上座，要是能与皇子同位离席，那这30万就花得值了。多谢郡主。去吧。这不是请受我的礼来的呀，金，这是我的礼金。停，一个一个来。楚国九皇子到！一个来。楚国九皇子到！诸位无需多礼，我不过是来赴个家宴而已。家宴？对呀，这楚国九皇子跟镇北王府是什么关系啊？金枝，看来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你就不解释解释吗？九皇子身份尊贵，哪是我这种小人物能随便攀关系的？许久未见，金枝居然忘了我们之间的情分，都不愿叫我名字了。怎么会呢，九皇子？九皇子与我祖父在战场上交手数载，这情分哪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？想必九皇子给我祖父准备的寿礼，定是十分的丰厚吧？那是自然，给未来亲家的贺寿礼自然不能薄。把我从南海捕捞的珊瑚带上来。这么大的珊瑚啊！镇北王府不是血脉稀薄，只剩秦金枝这个独苗。这珊瑚可是稀世珍宝，足以见九皇子的诚心。来，九皇子，进吧。在下皇甫南风，携楚国使团为镇北王贺寿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祝大晋陛下万寿无疆。九皇子不必多礼，请坐。朕怎么没看见裴家的人呢？他家来人作甚？我可不想看到裴家人。你这个糟老头子，你们现在两家是姻亲，我就不信你今天过寿不请裴家的人。皇祖父，这不来了吗？参见陛下，参见娘娘，见过王爷。这是臣为王爷准备的冲阵图，作为贺礼，望王爷不要嫌弃。啊，等你娶了金枝啊，你们两家就是儿女亲家，就不用那么生分。说到成亲啊，正好今天大伙都在，不如就商议一下金枝和裴景年的婚事。3个月后初8是个吉日，不知你们俩意下如何？陛下，我有异议。我和郡主的婚事和楚国皇子何干？难不成九皇子喜欢插手别人的婚事？裴公子，你与金枝尚未成婚，还算不得家事。况且论先来后到，郡主的未婚夫应当是我。这是3年前两国和谈签订的婚书。朕当年确实允诺过从宗室中择一郡主嫁于楚国，但并未指定是金枝。无妨，只要陛下认账就好。在下希望贵国能够履行盟约，将金枝郡主以九皇子妃的身份随我回国便好。楚皇子，此意事非彼意事。当年打成平手是为了百姓和谈，如今你们是战败国，没有资格选人。既是联姻，我自会拿出我的诚意。这是在下准备的礼单，我愿割地3城，求娶金枝郡主，促成两国和谈。今年与金枝的婚事是朕亲赐，但九皇子的婚书
也未曾作假，倒是难为朕。这是金枝的婚事，婚姻大事还是要听一听金枝的意见。这裴公子和九皇子都有意想求娶我，这叫我很难办呢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二位一起属我镇北王府，和和美美，不分大小，如何？你舍得让我与别的男人共侍一妻？金枝，不可戏言。巨人啊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救救我们呀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他敢！皇帝老儿加重赋税，置百姓于不顾，该死！住下！皇祖父小心！金枝，你没事吧？郡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裴公子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危机时刻护不住郡主，不如把郡主让给我。你现在束手就擒，朕还可以饶你们一命，否则陛下就地正法。住手！没听皇上说饶他们不死，听不懂。你们究竟是何人？竟敢惊扰圣驾！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陛下开恩呐，那个行刺的，我们根本不认识啊！我们是江南的灾民，江南犯了水灾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当官的不管我们，我们真的没有了生路。听说镇北王府有大人物设宴，我们只是闯进来寻一个生路啊！为何没人上奏？我不是流民进京，你们还要瞒朕到什么时候？怎么，都哑巴了？追名逐利时争先恐后、巧舌如簧的劲儿都去哪儿了？诸位爱卿，都是随朕多年的肱骨之臣，应该还记得体恤民生、爱民如子、心怀天下，乃我江山之本，也是尔等为官之本分。你们一个个营私舞弊，一个个贪赃枉法，为官不仁到如此地步，朕觉得用不了多久，我大晋就该改朝换代了。别急，别急。现在走过去跪下。好。陛下，裴家小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秦金枝让我今天务必出席宴会，难道流民乱入是他故意安排的？目的就是让我南下治灾立功，好名正言顺顶上京兆府尹的位置。陛下，江南灾情这么严重，竟无一人上报，肯定是官官相护，将信息拦截了下来。臣愿替陛下南下，查实真实灾情。好，裴锦年听旨，朕封你为江南安抚使，替朕探查灾情，可调度江南所有地方官员。若灾情属实，可号令16州协助赈灾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臣接旨。郡主已无大碍，只要按照我给你的方子按时吃药，你马上就会痊愈了。我命硬着呢，怕什么？陛下命我明日启程。不过，今日的流民闹事，是你安排的。看来你也不傻嘛。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我，但是从今日起，我会挑起裴家的担子，证明我比楚国的那个九皇子强，我才有资格与你合作。我只看结果，我会派人保护你。但如果你遇到什么不可化解的危机，他们也不会为你卖命。我明白。金票一共9000万两，玉器古董80件，价值1000万两。你生辰宴的时候，咱们再办一场宴会吧，这可比抢钱庄来得快多了。再办一场，你家郡主恐怕又要一箭折寿了。郡主都说祸害1000年，郡主您命硬着呢，怕什么？郡主，崔小姐求见。你这青天白日的，这是要装鬼吓人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叫伪装。我和你是生死对头，这要是让人发现我来你府上，那还得了？你这鬼鬼祟祟的来找我，就是跟我说这些的？我是有些事想找你求证。3天前镇北王寿宴上的流民，是不是你放进来的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想要裴景年，
去调查江南的灾情。还有呢？崔家的主家在江南，你不会想废我们崔家吧？你二哥当年那篇扬名的策论是你写的，那篇策论，你二哥被陛下破格，提升为御史中丞，纠察官协，肃正纲纪。你想做的位置，他倒是替你做了，可你想做的事，他可是一件都没做过。我二哥还是有些能耐的，只不过朝中各个世家盘根交错，有些事儿他也做不了主。但是他做不了的事情，我能做。你就不想尝尝权力的味道？你就不想尝尝权力的味道？什么意思？你想让陛下也封我为郡主？我将向陛下请命，成立千鸟会，不仅负责陛下的人身安全，还下设刑狱，有巡查缉捕之权，负责稽查京师百官。现在还缺一个副使，你来吗？如果陛下真的成立了这所谓的千鸟卫，那便是真正的朝廷命官，我和那些所谓的大臣们可就是同僚了。不错，但晋国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女官员，你这是异想天开。晋朝女子不得入仕，所有女子毕生所求不过是嫁一个好人家，相夫教子。可女子也有思想，有学识，凭什么她们就必须困在那一方小天地里，蹉跎一生？就算陛下同意，我父亲还有其他文武百官也绝不可能同意。可若是崔丞相的丞相之位马上不保，其余世家自顾不暇了呢？什么意思？陛下想废相吗？别紧张，皇祖父如此器重丞相，怎么会废相呢？不过别人可就不一定了，比如下面的人想取而代之。是江南的水灾，你竟然将所有的事情都算计到了。你若是跟了我这样的恶女，你心中的理想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实现，不是吗？心中有抱负的人总有一团火，只要有人添上一把柴，那火就会肆意燃烧，烧尽所有火能够烧到的东西。你谁啊？开仓放粮。开什么开？没有崔节度使的指令，不能开仓。难道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灾民饿死在路边吗？哼！本官是陛下亲封的安抚使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到底开不开？大人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啊！更何况整个江南都是崔家的天下，你一定要和崔家过不去吗？你到底开不开？开！快！神明在世家眼中如同蝼蚁，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，便是这16州的百姓都死绝了，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件小事。而我空有麒麟才子的名头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这是哪来的乞丐啊？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我读得了圣贤书，却管不了这窗外事。我不仅不能救灾民，袖手旁观也是我，共情是我，无能为力也是我。人回来就好。你不怪我。你这个样子出现在陛下面前，你此行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所以这才是你的目的。皇上钦派的安抚使也一路遭受到追杀。看来我这是一拳把你打醒了。不过你现在脏脏的样子挺讨人喜欢的，不过少了些什么东西。有了。这几年你这是什么章程？陛下，江南水灾实属实情，16州官员竟无一人赈灾放粮，各位官员沆瀣一气，上下推诿，导致灾民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，求陛下严查。果然是天高皇帝远呐！这帮蛀虫都在江南当上土皇帝了，好一个不听圣令！这是要割据称雄，独霸一方了吗？陛下息怒！大晋官场如此不堪，崔丞相，你也难辞其咎吧？陛下，水灾一事是臣在禁足期间由裴太傅代理为之，并非臣
本意失职，等臣解禁之后，立马彻查此事，发现所有拦截奏折的官员和名单，所有的供词都指向了吏部侍郎李大人，请皇上过目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毫不知情啊！崔丞相居然反应如此迅速，这么快就找好了替罪羊。哼，上面的证词明明白白写着，都是受你的指使，连灾情的奏折都敢拦，你这是要朕做千古罪人吗？陛下，臣真的是冤枉的，这一切都是崔丞相让我干的。皇上，老夫忠君廉洁，从未干过伤天害理之事。李大人，你隐瞒灾情，罪大恶极，在这里反咬老夫，真是恬不知耻！你这个老匹夫，如今出事了，就想都推到我身上。陛下，我这里有崔丞相的密函，能证明是他指使我拦截密报的。陛下，不可轻信他言，老臣是冤枉的。那就查！李侍郎，崔丞相收押天牢。裴景年无畏生死，探查灾情有功，封司农司少卿，协助处理江南赈灾一事。我竟然这样就踏入朝堂了，这都在秦监之的算计之内。臣裴景年领旨谢恩。陛下，臣此次可以平安回京，多亏郡主派镇北军一路护卫，臣斗胆也为郡主求一份赏。今之与朕说过此事，他的封赏朕自有安排。裴爱卿，此事交于你，给朕彻彻底底的查。臣遵旨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之郡主护卫钦差，辅佐调查江南水灾案，功勋卓越，今册封为千鸟卫指挥使，有巡查缉捕之权，刑讯审问之能，即刻上任，明日南下清除水匪。听此。臣领旨。参见指挥使、副指挥使。各位将士，现在大晋有难，我们身为大晋儿女，应当保家卫国。出发，去剿匪。是。